想入手一套比较新的乐高机械组气动产品，不要太大的旗舰，也不要太贵的绝版，基本上只有2个选择了：2016年的42053以及2018年的42080。它们的零件数相近，都是1000个出头的级别。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2套较新的气动产品，哪个值得买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专家号。先给出结论，42053和42080这2款，我们更推荐42053。下面就详细来说。42043开启了乐高 V2 的气动系统，其实就是将之前的气动零件的管口变为了2级，让气动管的插入更加方便，但拔出管子的手感还是和以前一样的。今天这2套产品就是42043之后截止目前唯一的2套带有气动功能的机械组。先说42080，它即将停产，现在我们还能用700元的价格买到全新的，或者更低的价格买到二手版本。这个产品停产后，猜测不会有太大的涨幅。功能上的亮点并不多，这个车型在机械组中是比较新颖的，本来农用机械就是很罕见的。转向系统为铰接盘联动了前2轴不同角度的随动转向，这个在机械组中比较新颖。铰接盘通过孔梁拉动第2轴，再通过连杆零件拉动第1轴，做出更大的转向角度。其中第1、2轴的转向零件的使用和同年的42078是很类似的。实际上这个转向的效率很低，在阻力比较大的地方，比如我们的这个台面上，很难有效的转向，亮点功能就成为了鸡肋。另外，这套42080来自朋友友情赞助，因为不是我们亲自拼成，所以不确定42080是不是都是在铰接盘回中的时候，第1轴有一定的转向角度，因为它是歪的。此外，这套的一些附件，比如模拟的木材、电锯等等，我们在节目里就不展示了。42080另一个亮点就是它提供了不少稀有的绿色零件，尤其是一些独享的绿色面板，亮绿零件也可以用来复刻42054。4个轴中有3个轴具有简易的可变悬架。这也是第1、2轴要用连杆零件传动的原因，但悬架行程比较小，实际效果并不太好。其他的功能和结构都比较普通，2个气动功能的设定也比较简单。这是2018年除了旗舰42082外，唯一的一个带有 PF 动力套件的机械组产品。电池盒为一拆卸设计，开关做了限位，只能向同一方向打开。电池盒下的 L 电机只连接了小气泵，所以电机也就无所谓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旋转了。小气泵位于电池盒前，武器零件用于构造偏心轮结构，让电机转动带动气泵往复的送气。最可惜的也正是这个 L 电机，它除了气动系统就没有其他的用处了。如果这里加入一组传动环，让 L 电机还可以控制前部的转台旋转，我相信这套产品给人的印象分肯定会提高不少。我不禁想到了42080的设计师 Alfred Patterson， 他设计的产品我们之前也见过一些，如8289消防车、8274联合收割机。这其实在机械组中都是非常稀有的类型，但实际的产品效果、整体完善度都不太让人满意，所以我们也更加好奇，我们手中同样他设计的还没拆的8063、42064以及42008到底怎么样。再看42053，这是乐高机械组与沃尔沃的第2次牵手，也是目前机械组中最小的一台沃尔沃。它无论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价格都要比42080稍贵一些。作为一套授权的产品，42053的完善度就要比42080高出不少了。它的尺寸是我喜欢它的一个重要因素，不大不小，同时也将原型的沃尔沃 EW160E 还原得非常棒。模型的很多细节都能够看到42082的设计师 OK 的影子，例如并排的3个控制标准挖掘机功能的气阀，和42082转台上控制起重机的3个功能的布局很类似。我们可以像游戏视角那样操作它。3个气动功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与42030一样，小颗粒零件用来还原 B 的造型。42053是抓斗式的前端机构，所以用到了微型气缸，小铲斗则是42043的同款。转向旋钮也和42082以及各种起重机类似，放到了车尾，但旋钮很容易因为用力过大而被拉出。转向结构平淡无奇，轮胎皮则和前面的42080是一样的，轮毂盖模仿原车做了修饰。到处可见的小贴纸也和42082很像，还有后部严密的包裹。还原真车的可升降驾驶室像不像42082 B 模式那台打桩机呢？支腿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地方，前部是连杆控制的和原车类似的整体式，通过一个轴穿连接键控制放下和抬起。后部两侧的支腿就比较凑合事儿了，非常的城市组的感觉。转台是手动的，尾部有个限位机构，如包装盒所说，它可以旋转347度。现在看起来这个限位并没有什么必要，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电动化改装后电机的线缆不被缠绕，所以加装电机改为电动泵器才是42053真正的设计亮点。它是目前最后一套手动气动产品，这个 V2 的蓝色气泵是独享的，
而它又同时在套内提供了配合电机的蓝色小气泵，同时提供手动大气泵和电动小气泵，这在机械组中应该是唯一的一套。小气泵在拼装过程中就会被安放于后部的舱室内，并连接武器零件做成了平行轮结构，用法与42080是一致的。电机输入轴也做了预留。说明书的最后几十页很详细的提供了电动化改装步骤，需要拆除的零件不少，但总体来说没有太大难度。麻烦的地方主要是拆下手动气泵的软管，再接通小气泵的软管。设计师在设计原始模型时就对电动化改装做了充分的考虑。我们只需要一个电池盒、一个 M 电机、一个 LED 灯以及20分钟就可以让42053变身成为一个电动的气动工程车。动力套件所需的零件在8293中都有提供。电池盒藏在底盘正中，也照样有开关限位机构。M 电机则被完全的隐藏起来。这种改装让整个产品的可玩性大大的提升。在气动系统的零件上，42053是很大方的，气泵一直是比较贵的，而手动气泵则在整个 PF 时代，除了42053，只出现在10年前的拖拉机8049上。而没有提供动力套件，恰恰是我喜欢42053的点。乐高的动力套件会让产品产生很大的额外溢价。国产动力套件无论是在性能还是价格上，都会有很大的优势。将手动还是电动的选择留给消费者，无疑是最好的方案。这两套产品的 B 模式也都非常的有特色，都与主模式有一定关联性。42080变成了木材运输车，照样是农用机械。42053则是一款小型的沃尔沃前端装载机 L30G 的变形版本，贴纸也是单独提供的。这应该也是2003年的8455B 模式后再次看到气动的前端装载机。我们现在将两款产品的对比表格列在这里。从价格上看，虽然42053比42080更贵一些，且缺少官方的动力套件，但毕竟零件数也多了100多个，而且还多了稀有的手动气泵。授权、完成度、还原度、功能数、可玩性、可改装性，我们都推荐42053。如果你对绿色零件有需求，或者非常喜欢农用机械的话，42080也是可以选择的，但它的官方模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。也许42080更多的意义是杀肉玩 Mock， 不过它的套内 Mock 方案也都不太给力。另外，42080对小气泵和气阀零件都做了升级，这又让人感觉乐高应该不至于就让气动系统终结于2018年吧。而且如果30多年的气动系统由42080这样一个产品来结束，是让人感到非常惋惜的。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乐高下一步的动作吧。42080、42053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欢迎评论或私信告诉我们。这里是专家号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